我的右侧呢，这边有一些高楼，这里应该统称为山海连城吧。看街边呢，还是有很多跟大家生活有关的小店，卖吃的、用的。这些水塘比起外面的珠江河道呢，就显得异常的平静。这边也吸引了不少的鸥鸟到这边来栖息觅食，看来老天爷并不保佑啊！我刚刚来到莲花山下呢，就开始下大雨了。这个岸边的小道上呢，有很多车啊，都做生意的，卖果汁的，卖椰子汁的。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啊，以前也来过，应该是属于化龙，就在珠江边。左侧对面呢有很多大的龙门塔吊，就是黄埔港。而我的右侧这片绿油油的芭蕉树还是香蕉树的里面呢，有几栋建筑物，就是广汽的所在地。也就是说，这是广州汽车工业的所在地。这边呢，偏离城区，应该是造车的一片工业地带啊。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啊，随着产业的发展，边上呢也形成了一些城区，或者是一个小镇啊。好像叫智能车联小镇，这么前面的这片房子。今天我是跟家人开车到这边啊，天气虽然有点热，但我还是打算从这边出发，骑向同样在珠江边上啊，珠江里的海鸥岛。这路过去呢，大概14公里。我就想着就不回头了，直接从这边一路骑过去。这边呢就是珠江边，这个堤岸马路上这一路可以向前骑行。好，我们就顺着江边吹吹风啊，缓缓而行，主要是享受这个江岸的风景，同时呢也锻炼一下身体。大概就是这么简单的目的了。看这个右侧还有一些池塘，这里都是养鱼的，吸引着很多鸟儿来觅食。这个堤岸外面呢，可以看到都是一些水生的植物啊，或者说是一片湿地。就这些地方呢还没有得到好的改善啊，可能还没有发展到这里吧。可是将来呢，应该是江边的非常好的一块地方。虎门水道啊，就是左侧外面这条江呢是虎门水道。这里最不缺的资源呢，就是水，所以这边你看啊，有很多的这种鱼塘，这一个又一个的鱼塘啊，连成了一片啊，应该养了不少鱼吧。应该说这条骑行道呢，是我骑过的，我认为最有价值骑行的马路，因为这边天水一色，山海连城，而且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船只停在江里，
感觉非常的开阔。今天可能天气太热了，原本这条第二马路上停满着车的，但今天好像寥寥无几。我看到右侧这个田里种的都不是庄稼，而是一些小树苗啊、小果树之类的。珠江三角洲这里的农民啊，他们对种地真的没什么兴趣，更多的呢还是开鱼塘、养殖，要不呢就是做一些其他的经济作物啊，比方说育林、种花，就这些他们觉得来钱比较快啊。虽然国家肯定也是要求把相当的土地是需要种粮食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国策就是粮食必须自给。就今天早上听到加拿大政府也是号召加拿大也必须要实行粮食自给自足。那大家知道我们的邻国日本，他们就是为了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给予农民非常高的补助，就米变成了一个最贵的消费品。但在中国呢还远远没到这个程度，所以农民种粮食得到补助是相对不足的。这也给予了农民一些自由，就他们可以随意的种他们想种的东西，当然前提是确保他们种粮食达到了国家对他们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反而呢对中国农民来讲，他们在种植上面还比较的宽松，再加上这个区域工业化进展飞快啊，沧海桑田，很多田地没过多少年就变成了工业用地，甚至变成了一座新城。那更是让这些农民们呢内心啊就有点不安分，大家都期盼着早一点能够变成城里人。那这可能也是他们现在不太愿意去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管理田地的这样一种状况吧。前面呢有一个很大的水闸，这边有一个弯道。
现在我正对着呢，就是这个巨大的水闸了，它是调节一条也算蛮宽阔的河，汇入珠江的地方。七沙泵站，现在呢，我过了水闸以后啊，继续贴着珠江由北向南骑行。我的右侧呢，这边有一些高楼，这里应该统称为山海连城吧，这是这个区域的总名字。今天这一段骑行呢，应该是非常愉快的啊，因为吹着江风，完全在珠江边骑行。但是面临的考验呢，就是完全没有遮阴，在太阳的暴晒底下。我们来这边看一看啊，你看这个马路对面有非常多的新的建筑，就是我说的山海连城这边的一批住宅。好，我们到马路上去骑一段。从右侧这条马路进去呢，就是这个新城的一条主街。那我们不走全部，稍稍走一段吧，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汽车城边上的这个现代的小镇大概长什么样。基本上呢，也都是一些居民楼，只是沿街的那些商铺开了不少的店，而这些店呢，虽然说生意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基于这边的居民区的需要呢，应该都是可以维持下去。相信这边的居民已经搬来了起码有10来年了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名校也到这边来开了他们的分校。山海连城学校在我的右侧。
看到前面的马路呢，就是金山大道。我今天就是顺着金山大道开车过来的。好，我在这边掉头了。原来这条就叫连海路。这边也有一个中学叫种源中学啊，我们前2天在番禺市桥那边就见过他的本校。看街边呢，还是有很多跟大家生活有关的小店，卖吃的、用的，有各种各样的小店，挺多。我一直这么说，就如果有这种大的企业，他们边上就是需要给员工们提供一些住的地方，当然不是发房子啊，就发补助就好，就让这些员工呢就住在企业的周围。那么这边只要提供给大家生活的便利等等啊，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小镇生活又跟企业的发展连成一起。那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居住的地方。再加上这个地方呢，有不同于别墅的江岸的风光，然后人口密度比较低，真的走几步出去呢就是农村地带，就视觉上还是非常舒适的。缺的可能就是大型的医疗机构啊，还有就是小孩子成长需要的教育。我已经骑了差不多5公里了，这里有阴凉，我就稍稍的休息一下，给轮胎打点气。我在这个海莲路路口6次休息，其实是给轮胎稍稍打了点气啊。好，现在呢，我们继续沿着珠江边的这条骑行道路来骑行。看到这边的环境呢，也在不断的优化之中啊。你看右侧又搞了一个什么小的滨海公园啊。当然整体的环境呢，跟以前来的时候也没有差多少。没过几天呢，就是端午节了啊。大家可能主要关注的是赛龙舟，这是中国的一个民俗传统啊，也是为了纪念先人。不仅赛龙舟，也要吃粽子，来缅怀先人，特别是中国历史上争自由啊，不惜以身殉国的人物。所以这是中国老百姓
基本的道德观啊，就什么样的人值得纪念，内心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而绝不是那种被历代歌功颂德的帝王将相啊。但是呢，端午节对于广东这边人来讲啊，就是汛期，就是江河里面满满都是水，隔三差五的就是雷暴雨。你看啊，左侧这个河里都是翻滚的浪花啊，看上去并不是特别的干净。但这就是因为啊，上游北江、西江还有东江汇集而成的水呢，都要经过这样的河道入南海啊，所以就相信是几千年啊、上万年，大概就是一样的景色吧，同样的自然现象啊。现在我清晰的看到啊，我的右前方有一座山，就是莲花山啊，上面有宝塔，还有菩萨的金身，还有佛教专有的棕黄色的建筑物。那这边呢是一个千百年来啊大家趋之若鹜的一个道场，这也是中国的民众千百年来寻求安慰、找到寄托、求菩萨保佑的地方啊。所以你看中国这个人文的历史，它一边呢就是讲究君君臣臣啊，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儒教的文化，也是历代啊，不管你是读书人，尤其是读书人必须遵循的一些准则。但对于民间而言呢，大家其实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信仰啊，应该是偏离于这些正宗的佛教文化之外，另存一套体系啊。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佛教、道教啊等等对后人的影响。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水塘，而这些水塘比起外面的珠江河道呢，就显得异常的平静。这边也吸引了不少的鸥鸟到这边来栖息觅食。再经过一个水闸，我们在这边来看一看啊，这边可以观望一下莲花山。你看啊，这个非常优美的一座山的姿态。这个地方全部都做成了巨大的水塘。但我想着我们到村里去经过一段吧。好，我们找一条进村的道啊，沿着那些水塘边来骑行一段。可以看到啊，这边是不是有更大的鱼塘？对面的莲花山呢就更近了，看得更加清晰了。这条乡间小路呢，我已经肯定也是骑行过的。再到前面一点呢，就去到了莲花山的山脚下。这边的村民背山面江啊，应该从风水来讲是非常好的地方。
只是我骑到这边呢，就发现啊，前面你看乌云笼罩，而且已经飘了几滴雨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到海鸥岛啊，那也只能是向前骑行了。骑过一座小桥，再次拐到一条小的乡道啊，因为我看这样是迎着莲花山骑过去的。看树上结了不少的龙眼，这是我们说的桂圆呢。但其实还有一种跟它类似的果实叫黄皮啊，我也说不清楚这个区别在哪里。它们这个季节开始慢慢的更大的一种果实就已经开始在街边有售卖了，那就是荔枝。哦，这边你看啊，右侧全部种的是稻田啊，这个稻穗已经长出来了。这个应该是夏季稻，我们不妨来稍微的看一下啊。这是农民的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我们大家乐以生存的粮食。刚刚我就从前面那排房子啊，山海连城那边骑过来的。现在呢，我是在莲花山下的一个村庄里面。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村庄，反正就在这个村庄里面骑一下。你看啊，这个左侧很多自由地里面有很多爬藤的各种瓜果来着。好，现在呢，我就来到了莲花山紧贴的山下的一条小道，叫石井北路来骑段。但是看来老天爷并不保佑啊！我刚刚来到莲花山下呢，就开始下大雨了，大到我必须要找个地方去躲一躲那种感觉了啊！听到这个雨点声啊，越来越大了，想必这不是一场小的阵雨，有可能会下一场大暴雨。今天确实是有下雨的天气预报吧，但是我们在这种炎热的夏天啊，总觉得淋场雨也不是个事，所以呢，还是骑到了外面。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胸前的衣服都已经打湿了，但是呢，反而好像气温下降了1-2度。就慢慢的骑行应该也无妨吧。
现在我还在这条村道上骑行，这条路叫石井南路。到了这边雨好像小了一些啊，那我们就继续向前吧。刚刚在江边骑行时候啊，艳阳高照，就有点热，害怕容易中暑啊。但现在呢，你看啊，下雨了，天就阴了下来，好像也有一些凉风，就感觉更舒服一些了。前面有莲花水乡欢乐世界啊，原本这里也搞了一个游乐场，但是应该基本是荒废的状态。现在呢，我左转到莲花东路上了，这边里面有一条河川，这个沿街呢都是一些农民拿出来摆卖的店铺。你看啊，有卖农产品的，卖鸡的，卖水果的，还有一只猫咪。这里呢，一贯都是卖那种水产品的，当然也卖水产品的干货，应该是水产品一条街吧。前面呢就是莲花山码头了，这边有个港澳客运港，就这边坐船是可以去到香港的。这个就是莲花山码头了。我原本呢就从这条道骑过来的，但是我拐到了村里了。这边是海滨大道，那我继续向着海鸥大桥方向骑吧。这边呢就是一派码头的风光了。这边的江里面呢停了不少的渔船啊。前方这条大桥呢就是海鸥岛，去向海鸥岛的海鸥大桥。我等一会就是要从这个桥上啊骑到海鸥岛去跟我的家人会合，所以最后1/3的这段路应该是最艰难的一段路，因为要骑上这么大的一座桥去。好，我现在呢拐到这条叫顺林路上了，前面应该有一个上桥的地方。
这个桥下还有一个叫海景公园的一片小绿地，边上呢开了一个海景海鲜城。我看这边车停了那么多，难道都是来吃海鲜的吗？我已经看到海鸥岛上桥的地方了，我们到前面拐进去上桥。好，从这边呢骑上海鸥大桥，前往海鸥岛。这条海鸥大桥呢，我骑过好几回了，来来回回的。今天呢是我时隔起码有1年多了吧，再一次骑行这座大桥。我相信很少有人会骑单车过这个大桥，因为跨度很大，坡度不小。让我们挑战一下。差不多骑到桥顶了，这段上坡非常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也骑上来了。这边江面还是挺开阔的，看到前面呢是一个岛，这是我要去的海鸥岛。曾经呢在海鸥岛上也环岛骑行过30多公里的环岛骑行路程。今天呢，我只是去那边停车场跟我的家人会合。先到那边呢，作为今天骑行的终点，应该也就几公里的距离了。终于呢，现在已经下坡路了。这一段应该是非常轻松愉快的。现在呢，已经下桥准备上岛了。右侧下面呢也是一个又一个的养鱼的鱼塘。到了这边感觉云快日出了，所以幸好今天仅仅是一场阵雨而已。已经看到海鸥岛欢迎你这几个字了。海鸥岛环岛中路啊。
这边呢有很多岛上的农庄啊，有很多市民呢就是想到岛上的去采农家饭。你看啊，这些农家海鲜餐馆呢，都还开着，边上的停车场也基本上停满了车。现在在海鸥岛上啊，我们看左前方依然是可以看到莲花岛的身影。这边也可以看到停了好多的船，大部分应该都是渔船吧，好像还有不少是货船呢。所以这边据说居然还有个海关。在海鸥岛上骑行呢，就是非常松弛，因为你看啊，人车都非常之少，尤其是今天这样的琢磨不定的天气，到岛上来休闲、骑行、娱乐的人就少了很多。经过岛上的一处水闸，叫瑞圣水闸。那岛上也有一片地方种着稻子，碧绿碧绿的。这一列你看排的都是家人用的这种自行车啊，就是大人带小孩一起可以骑的那种4轮的自行车。刚刚呢，我在江的对面啊，在莲花山的江底骑过来的。现在呢，来到了海鸥岛上啊。现在在海鸥岛上在期待，前面应该有一个停车场，我相信我的家人就已经在那边等我了。今天不管怎么说吧，骑到现在骑了15公里多，虽然骑得比较慢啊，但一开始呢晒着太阳，后来又淋了一阵雨，在乡村里面的道路骑行。那最累的呢，就是海鸥大桥爬坡的这一段，但幸好呢也是顺利的通过。现在已经来到了海鸥岛上。虽然今天天气不好，但到了这边我感觉大家停的车还多了起来。今天还是有不少人到这边来休闲的嘛。这边也建了一些农家乐、农家菜的餐馆。我感觉应该就是我刚刚从它的正面经过的啊，现在只是靠江的这一头了。
这个地方呢，我想应该来到莲花岛的一个岛尖处了。这边称之为渔人码头，这是一个大家在这边休息的地方，在里面赚钱。这应该算一个驿站啊，就让大家在这边休息，上洗手间。这个岸边的小道上呢，有很多车啊，都做生意的，卖果汁的，卖椰子汁的。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电池用完了，换上一块电池，我们继续在海鸥岛这个海边的马路应该是江边的马路上再去的。我已经看到前面已经有南沙大桥的雄姿了。这边在海鸥岛上的南沙大桥是有桥墩的，但这边过去还是有点距离了。我呢就到前面的停车场，就到达我的终点。看了一下呢，现在已经过了16公里了，大概全程17公里吧。比我查地图的路程稍微远了一点，因为我到上海连城里面去转了一圈，走了一段新城的路。广州政府呢也为老百姓做了不少的实事，比方说把这些江河边上的道路荒岛的道路呢修整好，让大家到这边可以来休闲。原本呢是希望带动消费的，但现在看来效果相反，大家反而到这边来成了不消费的一个理由了。结果大家开车到岛上随意的停车，连停车费都不交。最多呢有人就是租个单车，一家人稍微的花些小钱，甚至呢连这些摊档挣钱的机会都不多。这个大概就是政府也没想到的事了。有段时间没来了，这里好像也搞了一些新的设施。这个是一个什么呢？从上往下滑落下去的一个东西嘛。原本这边有一个飞直升飞机的，现在好像也没有了。原来这个是卡丁车的小赛场。这里呢已经是海鸥岛的比较大的一个停车场了。好，我准备去找找我的家人在哪里。我们今天从莲花山下的一条骑行道骑过来，骑到海鸥岛这一段呢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拜拜。